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的咖啡机大保养又来了。今天我们来保养一台2017年的 Lamartco GS3，机身上还有一个辣妈90周年的贴纸。这台机器是 GS3 AV 版，还自带了红色的玻璃侧板，储备量不是很大，但是用了好多年了，所以送来进行一个大保养。排空蒸汽后再进行拆机，取下接水盒，打开侧板，侧板是使用一个旋钮加一个胶垫进行固定的。拿掉温杯盘，卸掉顶板螺丝，取下顶板。顶板是一个比较容易积灰的地方，记得多清理。拆掉背板，背板上面是卡住的，通过下面的2个螺丝固定。咖啡机的电源盒也在这个位置。开始拆前面板，前面板上面通过2根长螺丝固定在机器的框架上，下面固定在咖啡机的挡水板上。取下前面板后，拔掉2根线束。开始拆挡水板。挡水板的下面用螺丝固定了几个泄压管道，需要先拆掉，然后拆掉固定挡水板的螺丝。冲煮锅炉的泄压阀没有固定在挡水板上，向上按回去就行。通过蒸汽锅炉下的排水阀将蒸汽锅炉内的水排空，在此之前一定要排空压力，否则水会喷出来。锅炉内的水如果排得不干净，也可以将咖啡机倾斜一点。接下来通过泄压阀排出萃取锅炉内的水。AV 版的 GS3 萃取锅炉处于密闭状态，因此需要卸掉一个螺丝才能让水完全排出。这里卸掉了萃取压力表的接口。同样，排不干净就将咖啡机倾斜。然后是咖啡机的压力表、萃取压力表和蒸汽压力表。连接锅炉的部分，接口内有一个小堵头，千万不要弄丢了。这个是咖啡机的蒸汽阀，上面连接蒸汽棒，后面连接蒸汽锅炉，通过一个小框架固定，可以调节位置。拆掉咖啡机的蒸汽棒，有2个长螺丝固定在咖啡机的框架上。这里是咖啡机的上水管，这台咖啡机改成了自动上水。拆掉蒸汽的管道，然后拆掉泵的出水管道，然后将线路都给拔下来。这是热水棒，下端通过一个快插头进行连接，上面和蒸汽棒一样，都是特别长的小螺丝。这个是咖啡机的真空阀，最容易泄漏的位置之一，保养和安装时要格外注意。卸掉上水的电磁阀，这个上端有个小堵头，之前有一台 GS3 装反了，结果漏水了。这是咖啡机的安全阀，压力过高的时候会泄压，起到保护作用。这个电磁阀是混合阀，控制冷热水混合，使水温达到想要温度。将附近的管道接口拆开，将2个阀连同管道一起取下，方便进行下一步的细拆。这个是流量计，是实现定量萃取的一个零件，同样也是一个容易积攒水垢的零件，这一点在商用咖啡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拆卸掉固定压力表的支架，支架的位置可调整，对准前面板上的洞。开始拆卸咖啡机的冲煮锅炉，这是一个饱和式冲煮头，冲煮头和冲煮锅炉是一体的，由4个螺丝固定在咖啡机的框架上。拆掉冲煮锅炉后方电磁阀管道，然后就开始拆卸蒸汽锅炉了，同样由4个螺丝固定。辣妈 GS3 的2个锅炉都是不锈钢的材质，优点是耐腐蚀，使用寿命相较于紫铜锅炉会更长一些。拆掉蒸汽锅炉上的一些管线，中间这个像加热体的管道是一个预热管，冷水在进入萃取锅炉之前，会先经过这根管道，从而使萃取锅炉加热速度更快。将各个接口也全部拆除。拆卸另一边，这个是蒸汽锅炉的过热保护开关，温度为140度，超过这个温度，过热保护就会跳起，加热体断电停止加热，起到保护作用。这个是蒸汽锅炉的加热体，功率为1200瓦，其原本材质是紫铜，经过氧化和水垢附着，往往会变成黑色。拆掉其他接口以及温感探针和水位探针等。
接下来拆萃取锅炉，拆除上面的管线。萃取锅炉同样有过热保护，这个是130度的，原理和蒸汽锅炉上的相同。萃取锅炉的加热体功率是800瓦的，同样容易变黑，容易积攒水垢。萃取锅炉正常都是满的，所以没有水位探针，只有一个温感探针。拆掉其他接口和萃取电磁阀，这个电磁阀是 AV 版 GS3 特有的，通过电控来进行萃取。MP 版的 GS3 是手控的，所以没有这个萃取电磁阀。拆开冲煮头，这台 GS3 是 AV 版的电控萃取，所以冲煮头相较于 MP 版会简单很多。仅从冲煮头上方就可以看到冲煮锅炉内的水很脏。拆开冲煮头，内部还是比较干净的，机主应该有清洗的习惯。拆开流量计，流量计通过内部叶轮的转数来控制咖啡机的出水量，进而达成定量萃取。当内部水垢过多时，很容易影响咖啡的出品。这是咖啡机的真空阀，控制蒸汽锅炉与外界连通与否。常温下与外界连通，高温时与外界隔断。内部胶圈老化或有水垢，都很容易影响其密封效果。加热体表面氧化干燥后，白色的水垢也显现了出来，尤其在加热体的根部，水垢尤为严重。保养过后，管道都恢复了紫铜的本色，焕然一新，水垢和锈蚀都清理干净。锅炉等也都进行了清洗保养，接下来就开始安装了。将锅炉上的接头重新安装回去，在此之前，接头处的紫铜垫片都进行了热处理，消除了内部应力。12次安装时，密封和固定效果更好。安装预热管道时，内部的胶圈更换成了全新的。固定螺丝时要交替逐个加固，以防胶圈偏移影响密封效果。另一边同样将各个接头安装回去，注意水位探针的角度要和原来一样，否则会影响蒸汽锅炉里面水位的高度。加热体安装的注意事项和预热管道一样，每个螺丝要逐个加固。将蒸汽锅炉重新安装到机器上，然后将其他零件组装回去。之前保养时都拆分得很细，胶圈也全部都更换了一遍。接下来安装管道，这些管道的材质都是紫铜的，紫铜的温度传导能力更好，紫铜表面容易氧化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将这些管道重新装上，要注意安装顺序以及安装的角度。接下来将冲煮锅炉的接口、管道零件等重新安装上，上面是萃取电磁阀，内外的胶圈都更换了一遍。加热体的安装和蒸汽锅炉一样，然后安装冲煮头，冲煮头的胶圈换成全新的，然后重新装上分水网和分水螺丝。冲煮头的盖子由一个胶圈进行密封，同样进行了更换。这个盖子的加固也要交替加固才行。接下来将冲煮锅炉安装到咖啡机上，安装不上可以将框架松动一点。安装上蒸汽阀，内部的胶圈也进行了更换。安装时可以调整位置，现在可以不用安得太紧。安装挡水板时调整好位置再进行紧固。接下来将其余的管道都安装上，安装时注意角度和安装力度。螺帽的材质都是黄铜的，管道接口是紫铜的，力度过小容易漏水，力度过大黄铜容易开裂。将电磁阀和电线重新装回原位，注意不要装错位置。AV 版的 GS3 一共有3个电磁阀，而 MP 版有2个。电磁阀控制管道的通断，通过和泵的配合完成上水和萃取。这是冲煮锅炉的泄压阀，安装回热水泵，热水泵的下端是块插头，直接插上即可。
这个是萃取的泄压管道，停止萃取后，多余的压力由此排出。这个像高压锅一样的配件是咖啡机的安全阀，也叫高压阀。当咖啡机内压力过高时，由此进行泄压。这根软管是它的排水管道，直接排到接水盒中。这是咖啡机的真空阀，控制蒸汽锅炉与外界的连通与否。保养时胶圈已经更换了，同样通过软管进行排气。这是咖啡机的上水管道，另一端连接咖啡机的水泵。接下来安装2个压力表，将压力表先固定在架子上，注意要将表盘摆正，而后安装到机器上。现在架子可以不用安装的那么紧，因为安装前面板时还需调整位置，更换蒸汽棒、蒸汽嘴位置的胶圈。然后是热水棒以及蒸汽锅炉排水口的堵头，然后就是安装外壳了。安装挡水板时，要将2个软管的泄压口先固定到挡水板上，冲煮头泄压口和萃取锅炉泄压口只需要对准2个孔就行。安装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划伤挡水板的表面。而后将挡水板固定住，安装后可以调整一下蒸汽阀的位置。接下来安装前面板，注意线排不要插错位置了。前面的螺丝先不要拧得很紧，否则后面的螺丝孔会对不准。然后安装背板，背板上面是搭在框架上的，通过下面2个螺丝固定。开始安装顶板，顶板的螺丝是有垫片的，注意不要忘了。然后将温杯盘安装回去，将2侧的玻璃侧板重新安装上，不要忘了胶垫。最后拧上冲煮头的盖子。保养完毕，看看效果。